在1905到1920年间，无政府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迅速传播。面对腐朽的王朝、混战的军阀、传统礼教的束缚，无政府主义提出的反对一切强权、推倒一切权威的主张，对渴望彻底变革的激进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一些无政府主义拥护者认为，其思想与中国古代的道家，尤其是老庄的无为而治、小国寡民，甚至儒家的大同理想有相通之处，这降低了其被理解和接受的门槛。无政府主义又称安纳基主义，是一个复杂多样且经常被误解的政治哲学和社会运动思想体系。它的核心主张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强制性等级制的权威与统治，并倡导建立一个基于自愿结合、自我管理、互助和自由的社会。无政府 anarchy 一词在哲学语境中并非等同于混乱，虽然字面意思常被误解为无序，但无政府主义寻求的恰恰是一种基于无统治、无强制的自愿联合的社会秩序。普鲁东是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他提出了互依主义的核心概念。互助主义的经济思想基于劳动价值理论，主张生产者之间的平等交换和互助银行，目的是在没有资本利息和剥削的情况下进行公平贸易。巴库宁是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第二位重要奠基人，他的思想在第一国际中与马克思发生了决定性的决裂。巴库宁主义者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否定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巴库宁主义拒绝建立政党，但依赖精英领导的秘密团体，这构成了反对权威原则的深刻矛盾，即用一种精英权威取代了国家权威。这种松散和矛盾的组织形式以及对群众自发性的过度依赖，是其在政治实践中迅速失败的直接原因。俄国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代表了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条主要分支，即无政府共产主义，其核心著作包括互助论、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为其经济模型奠定了哲学基础，认为基于互助的合作是人类的自然本能，因此一个无强制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然且可行的。无政府主义显然具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基于互助精神建立和谐社会，需要每一个人都是道德完人。然而，人性是有缺陷的，自私狭隘，欲望裹挟着每一个人。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似乎在早期就预示着其必然失败的结局。不过即便如此，这种超前的思想传入中国后，依然兴盛了一段时间。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思想巨变，各种西方思潮涌入，试图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找出路。在这些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曾一度扮演了非常重要，甚至在早期比马克思主义更具影响力的角色。在1905到1920年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拥护者主要形成了两个派别，以李时增、吴志辉、张晋江等人为代表的巴黎派，以及以刘师培和郑夫妇为代表的东京派。巴黎派深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他们大力宣传科学理性劳动和进化论，猛烈抨击宗教迷信、旧家庭制度和君主专制。他们提倡通过教育和劳动来改造社会，并积极组织勤工俭学运动，提倡无家庭、无宗教、无国家的社会。东京派于1907年创办了《天翼报》，其思想特点更侧重于农民问题和女性解放，并融合了更多中国传统元素。他们强调均贫富，主张土地公有，并对帝国主义有更深刻的批判。何震在《天翼报》上发表的《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劳动问题等文章，从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系统地分析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并提出了彻底的解放方案。他将妇女解放与阶级解放、全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其思想的深度和彻底性，在当时甚至今天都令人震撼。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到中国，会见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成立。新青年也从第8卷第1号起，成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主要阵地。此时的中国激进思想界，无政府主义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青年和工人中。许多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自己也曾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或同情者，因此新生的共产党组织必须在理论上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以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和革命路线。以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屈生白在1921年的著名论战为例，陈独秀明确表示，他承认无政府主义的终极理想是美好的，但他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环境中，必须先通过强有力的政党和国家政权来扫清障碍。这场论战标志着中国最激进的一批革命者在思想上完成了从追求美好未来的乌托邦理想主义
到信奉一套有具体方法论、战略和组织原则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个转变深刻地影响了此后几十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到了1920年代中期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迅速衰落。无政府主义反权威、反集中的本性，使其难以形成像列宁式政党那样纪律严明、行动统一的组织。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这种松散的组织结构显得软弱无力。俄国10月革命的成功，为中国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功范例，即通过一个先锋队政党夺取国家政权，然后进行社会改造。相比之下，无政府主义不要国家立即废除一切权力的主张，在军阀割据、帝国主义环伺的中国，显得过于理想化和遥远。随着国民党和共产党势力的壮大，他们也吸纳了大量前无政府主义者加入自己的阵营。无政府主义虽然作为一个政治运动最终失败了，但其思想的冲击波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无政府主义是中国思想界一股非常时髦且有影响力的思潮。他所倡导的反对一切强权、个人绝对自由互助友爱、建立无政府无剥削的自由社会等理想，对于渴望彻底砸碎旧世界、反抗封建专制和家庭束缚的激进青年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可以说，无政府主义是新文化运动最激进的源头之一。巴黎派的吴志辉等人积极倡导使用世界语 Esperanto， 认为这是一种平等的非霸权的国际语言，有助于实现世界大同。这一实践也推动了当时对汉字改革和推广白话文的思考。在1920年代初期，尤其是在广州、湖南等地，无政府主义者是组织工会、发动罢工的重要力量。他们信奉无政府工团主义，主张工人通过自己的工会组织起来，最终接管工厂，实现工人自治。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或受其思想影响的青年积极参与了五四运动，他们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与运动的主旨高度一致。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人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曾是无政府主义者或其同情者。例如，周恩来、陈独秀等人都曾深入研究过无政府主义。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时，社员们阅读各种新思潮的书籍，其中就包括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无政府主义经典。对他们而言，无政府主义是走向更激进的共产主义的一个思想阶梯。作家巴金是终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笔名巴金就取自两位无政府主义大师巴姑宁和克鲁泡特金的中文译名。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就是对他青年时代信仰的文学实践。小说对封建大家庭的控诉，充满了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压迫性权威的精神。无政府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段短暂而绚烂的插曲。它虽然未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也未在中国建立起任何持久的社会实践，但它作为一种最彻底、最激进的批判性思潮，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化界。它像一道闪电，划破了旧时代的铁幕，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道路。无政府主义在当今世界各地依然存在并持续发展，但其形式、影响力和关注点与19、20世纪初的古典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的无政府主义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弥散性的社会思潮，一种行动方法论和一种另类的社区实践。它像一个思想工具箱，为各种社会运动和亚文化群体提供理论灵感和组织原则。